今天是2025年的4月23日。前几天看到有这个网友啊，在这个我的视频下面留言，他问我这个 Apple 的这个 APP 视频是怎么做的。今天我就总结了一下我的一些个人看法，然后在这里跟大家交流一下。首先呢，这个 Apple 的 APP Preview 呢是一个动画。它跟后面放的图片呢是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动起来啊，它能不断的演示一些东西。这样的话，现在网络带宽也这么好，是吧？所以大家应该是尽量做一些这个叫 APP Preview。那么我们看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做几个 Preview 的 video 呢？那么在 Apple 的后台允许上传3个，那么这就是说你做3个多累啊，做3个视频，对吧？那应该做几个呢？那我们看呢，我现在这下边有几张截图，看一下哈。这几个截图呢是这么来的啊。左边这张图是在 iPhone 上面的截图，我们会看到当搜索这个 APP 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显示出来的 APP 有3张图，会显示3张图。也就是说，如果你在iPhone 的这个平台上面传了3张 Preview 的话，那么这3张图呢，3张视频呢都会显示出来。右边这张图呢，就是在这个 iPhone 在这个笔记本上面，就是这个在这儿啊，在这里边，当你搜索的时候，比如说搜索一个这个 OCR， 你会发现它其实只能显示出一个 Preview 来。是吧？我们看到下边这个 Preview 已经在动了，是吧？在动了啊。相对其他的3个呢，那这个应该说就算更好一点的这种 Preview， 对吧？能够更多的吸引用户的这个注意啊。它只显示1张。介于这两种情况啊 ，iPad 的情况跟这个是类似的，所以呢，我考虑呢就是只做一个。在 iPhone 上考虑做3个，但如果觉得比较麻烦、比较累啊，做1个也足够了啊。这是我回答这个做几个啊。接下来呢，做多长时间的视频？Apple 后台允许上传最长的时间是30秒。那我曾经上传的时候传过10秒的、15秒的。Apple 给否定了，说你这个上传的不行啊。他现在好像是说，你至少也要上传这个大概这个20几秒的吧，它有一个时长的一个范围要求，所以我就建议就是20秒到30秒之间的 Preview 的视频比较合适。那么紧跟着呢，我认为呢，做这个20-30秒的时长的视频呢，它应该分成3部分。我们知道一个视频在用户的面前表现的时候，可能只有前2秒、前3秒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呢，我们要把一个 APP 的核心的功能价值，或者说最具有吸引力的那部分视频压在前面2到3秒，并且呢，可以对这个视频呢进行一个加速。比如说你录一个5秒的视频，然后把它压到2秒，这个时候呢，在显示出来的时候啊，它会比较快啊，比现在的这个地方这个显示的要快啊。在最短的时间抓住用户的这个眼球，提高这个转换率啊，我认为很有必要。那接下来的4到15秒，就是你抓住了，用户还在继续看，要把整个 APP 里边最具有价值的这个功能从头到尾走一遍。比如说你前面可能有选择输入文件啊，最后有输出结果的展示啊，要体现出来。那剩余的时间，就是剩下的这个15秒到29秒这个时间，要把这个扩展功能啊，比如说用户反馈，比如说清单的展示啊，这些东西放在最后啊。这是我回答的第2个问题啊。做这个 APP 的 Preview 视频呢，那一定要用 MV 啊，注意我用词是一定要用 MV， 用别的是不行的，因为你即使用别的视频编辑工具，你编辑出来的东西呢，可能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很麻烦。这个 MV 呢，就是 Apple 内置的这个视频编辑工具，没有的话可以在这个 Apple Store 上安装啊。注意
做 APP Preview 呢，它的创建工程的方法和视频创建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必须在现在的界面上点 File， 注意 New Movie、New Trailer 都不对 ，New APP Preview， 它专门有这项啊。打开这一项，打开这一项以后，我们比如说我现在这里有一个啊，这个是一个手机的操作的录屏啊，你把这个录屏拖下来啊，我们做一个试试哈，拖下来以后，我这个录屏还比较长，51秒。当然了，按照我们前面讲的要求，这不可能是一个视频，它可能是3段视频，一点点拖动哈，一点点的来这个把它做出来。然后把这个51秒的视频呢，我给它用这个 fast 方式啊，它就会缩到一半啊，它正好是2倍啊，4倍就缩得更狠啊，缩小一点啊，小一点。那这时候说我认为这视频可以了，当然事实上我现在 demo 是不行的啊，就是你要分成几段来做。怎么导出呢？是吧？说我用这个标准导出，这是不行的，它也有专门的导出，在 File Share APP Preview 啊，必须这样导出。这样导出呢，它的分辨率，它的这叫什么帧数啊，都自己已经设定好了，然后导出一个很快啊，存在这儿。导出完了以后，这个视频就可以上传到这个 Apple Store 的后台，由开发者上传也行啊。那么有一种特别情况，这里一定要说一下。就是做这个 macOS APP 或者是 MacCallist 这种 APP 的时候呢，它的视频要求上传的分辨率和我们做的这个笔记本的这个视频截录的视频是尺寸是不一样的。那这时候呢怎么办呢？我也找到了一个办法啊 ，File New APP Preview 啊，我现在这张视频预览。这张视频预览就是我的一个屏幕截的一个视频，如果直接拖到这个工程里面去呢，它是无法导出一个合适尺寸的 APP Preview 的，因为它的宽高比不对，可能是因为我的笔记本的这个屏幕的宽高比不一样吧。我呢做了一张图片啊，一张图片，这张图片是多少？好像是这个在这儿了吧？就强行拉的2880乘1800啊，这个宽高比是 macOS 的 APP Preview 接受的啊。我们把这张图片先拖下来，4秒太长了，对吧？我们把它缩短，关掉了，我们把它缩短。缩短，然后呢，再把我们录的这个视频呢拖到它的后面去。我也把视频给它缩短一下，这样我们可以快速的导出，把它的8倍吧，快速导出。然后再用导出 APP Preview 的方法，这个时候就可以导出一个这个后台能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尺寸了，一个这个 APP Preview 的这个尺寸了啊。那么这样做下来呢，就是仍然有一定风险，所以在做这个 APP Preview 的时候呢，要先做一个简单版本。简单版本就是不要太费时间在 iMovie 上，把导出的视频让开发人员传到 Apple Store 后面去。如果传成功了，那就说明我们这个事情就做好了，然后再按照这个设计好的这个尺寸，再去详细的做这个 APP 的这个 Preview 的这视频。来，我说一下在 iMovie 里编辑这个视频的时候有哪些要点啊？这个要点其实主要讲不做什么，因为我知道这个做视频的现在的这各种手段啊，各种花花肠子很多啊，但我希望谈的是不要什么，就是最后我这句话叫一将无能，累死千军啊，累死应该是累死千军啊。其实Apple 后台提供了非常强大的这种功能，那我就说一下。首先呢，文字加持这件事情，我认为是可以做的。啥叫文字加持呢？就是你在这个
iMovie 里面看到的这个视频，你说我在上面我要加一些字啊，我在边上包一些字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包括把视频缩小一点，然后我用一个大的一个背景图把它衬托出来，啊，也都是可以的做的啊，这我支持，因为本身的工作量也不是太大啊，不要什么啊。我整个的这个 preview 的视频不需要话术啊，不需要什么引导方式啊，都不需要，因为这个工具类软件嘛，这个我做的 APP 主要是工具类软件。如果你是游戏类的，或者是一些希望消费者冲动消费的那类的软件，那么就不太一样了，就可能需要一些套路了，是吧？然后整个的视频不需要做配音啊，因为就是播放不出来嘛，这个音频本身就播放不出来嘛。然后视频的转换过程不需要做转场，不需要做特效，因为时间本来就很短啊，这个已经够了。然后我们知道接下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 APP 在 Apple Store 后台，其实它可以做很多的不同语言的版本啊，中文的、英文的、德文的、法文的、日文的，非常非常多。那么这里边我就说呢，默认语言就是你这个 APP 默认语言是什么语言？比如你默认的是英文的，或者默认中文的，那么这个语言版本的 APP Preview 是一定要做的啊。那么是否做其他的呢？啊，我现在给的说法就是我认为中文不需要，因为我自己软件在中国区的销售是几乎是0啊。好。这是多语言的问题，你知道，只做英文版的基本上就这意思。然后iPhone 版本的视频 Preview， 然后 iPad 的 Preview 和 macOS 的 Preview， 这3个的 Preview 其实是不一样的。如果一定要划分一个时间精力投入比的话，那么 iPhone 要占70%啊，然后 iPad 和 macOS 加一块呢，我认为是也需要的，因为我的好多工具软件在 macOS 上的运行呢，其实用户更加的方便一点啊。那 iPad 加 macOS 加一块占30%精力，是这个概念。这样我也等于把这个工作重点讲出来了，特别是不做什么啊，希望能够把精力放在最重要的事情上面。最后呢，就是 APP Preview 做的好坏的一个评价方法啊。大概率就是主观评价了，没有太多的评价的方法。唯一的一个量化的评价方法呢，就是浏览到软件购买的转化率。这个购买也可以，如果是免费软件的话，就是下载啊，从这个浏览到购买的这个转化率，这个转化率一般是1%到2%吧。如果能更高，那说明我们这个 Preview 呢，更好的吸引了用户的眼球，是做得更棒的这样的一个 Preview。好了，这个做 APP Preview 我就介绍这些。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其他方面的问题，随时可以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当我有时间的时候，我就会给大家做一些视频，简单的介绍一下。谢谢。